提到小田原城之战，大多数人可能会想到丰臣秀吉发动全国大名灭亡后北条氏的那场战争，那确实很有名，也诞生了很多经典故事，比如伊达政宗穿山服出阵，比如名将石田三成和真田幸村等大军围攻忍城，竟然不敌女将甲斐姬等等。然而在20年前的永禄3年，还有另一场在日本战国历史上同样重要的小田原城之战，那是即使被称为军神的上杉谦信的辉煌军事生涯中也称得上最高光的2年。这是他一生唯一一次统帅超过10万大军的战争，但最后却没有取得胜利。而他的对手后北条氏及其背后的甲相郡同盟又是如何应对这次巨大的冲击的呢？今天我们来聊聊这个故事。这里是巫女花散里，演绎日本历史与传奇的频道，记得先点赞关注哦。由于上杉谦信在战争的过程中用过不同的名字，为了避免混乱，本视频统一使用上杉谦信这个名字。同样，关东相模那些打不死的小强大名们，在没有必要的时候，这里也统一仅使用后北条军或者上杉军。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下上杉谦信与后北条氏交战时期的小田原城。从现在的模样来看，小田原城确实是非常宏伟，330米的标高和如此广阔的占地，在20世纪之前确实对得起南攻不破之城的称号。但是其实外城墙可以说是在对抗丰臣秀吉的战争时期扩充的防御工事，而在这次战争中的小田原城还是圆形状态，外城墙的范围没有那么大，但城的主体并没有太大变化，依然是标高300米以上的坚城。当时它是一座以丘陵为中心逐渐扩展而成的平山城，设置了围绕山之丸外侧城下町的大外郭，并配置了被称为总驱轮5里的强大防御机制。不过最近也有新的研究认为，这次上杉谦信和后北条氏交战时的小田原城是在现在的小田原城二之丸外侧城下町的位置上。虽然后北条氏在名义上当然也是处于室町幕府的统治之下，但他们在关东地区不断的扩大自己的势力，即使是直接对室町幕府出手也并不稀奇。到天文15年，在以和越夜战闻名的第5次和越城之战中，后北条氏的一代雄主北条氏康彻底打败了身为关东管理的上杉宪政和身为古河公方画事人的足利名士。室町幕府对于关东的统治基础可以说是遭到了毁灭性打击，这标志着关东地区即使是名义上的统治权，也从幕府中央转移到了后北条氏的手中。上杉宪政于是寻求越后的上杉谦信帮助，当时上杉谦信还叫长尾景虎。永禄2年，上杉谦信第2次上洛，并且会见了正保町天皇和幕府将军足利义辉。当时足利义辉推心置腹，授予上杉谦信与关东管领相当的地位，希望他能实质上成为对抗后北条氏的关东将军派势力的军事指挥官。上杉谦信回到自己的领地后，立刻开始了他的任务。永禄3年春，谦信率领关东征讨军测试性进攻后北条氏的外围势力，战果较好，数座城池回到了支持幕府将军的立场。同年6月，统辖间之战出乎意料的以织田信长的传奇性大胜结束。武田、北条、金川3家组成的甲相郡同盟的带头大哥金川义元竟然战败身死。京都的足利义辉和关东的将军派大名们都明白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8月，受将军足利义辉的委托，上杉谦信发兵8000人，号称10万大军进攻甲相郡联盟。北路诸大名群雄响应。10月，上杉谦信攻占了战略要地上野早田城和关东7大名城之一的四桥城，决战的桥头堡和指挥处得以确保，形势一片大好。谦信试图攻略上野国和武藏国时，关白近卫前久亲自前来关东督战，这代表着公家和朝廷的支持，并且近卫前久还带来了将军足利义辉任命上杉谦信为关东征讨军总指挥的正式命令。这意味着幕府也在上杉谦信和上杉宪政之间做出了最后的选择。将军派大名以此为借口的出工不出力现在行不通了。上杉谦信现在不仅军事实力强大，战果斐然，而且大义拉满。上野国和武藏国的诸大名见大势不可逆转，纷纷归降上杉军。之后的2个月，上杉谦信整理局势，为了判断战局，他先是试图说服其他地区反应迟钝的势力，帮助他们脱离北条氏。同一时期，骏河的金川家和甲斐的武田家也向后北条氏派出援军，但是后北条氏还是逐渐被封锁在了小田原地区。12月初，已达数万之众的上杉军包围了武藏和越城和下总古河寓所2个重要的据点，阻挡武田家的援军，或使后北条氏分兵。
后北条氏则是选择弃车保帅，将各地的兵力集结到小田原城、陇城，准备进行长期守城战。之后接近新年，双方按照默契暂时休战。在永禄4年的新年，上杉谦信依然在上野四桥城坐镇指挥，布置即将到来的空前大战。到2月时，谦信召集了留守越后的直江石纲前来支援前线作战。同月，夏总古河寓所开城投降。上杉谦信以将军足利义辉的名义，放逐了北条氏支持的古河攻方当家足利义氏。2月27日，上杉军占领了源氏崛起之地镰仓，谦信前往镰仓鹤冈八幡宫进行祈祷仪式，祈求战争的胜利。上杉谦信作为藤原氏劝秀世家的家革，现在何尝不是藤原氏的军队终于攻破了镰仓？但此时上杉谦信却是以武家政权关东管领的身份，帮助源氏的幕府将军打击平氏后继的后北条家，想想也是很讽刺，各家先祖看的都直摇头。无论如何，上杉军开始向小田原城进军。3月，关东各势力也陆续聚集到了上杉谦信的麾下，最终包围小田原城的兵力暂不明确，普遍采用的是关八州古战录所记载的惊人的11万3千人。此外也有10万9千人、11万7千人和9万8千人等记录，大差不差。最终应该是真的达到了上杉谦信发兵时号称的10万大军征伐甲相郡的牛批。总之，上杉军主力的行军路线是3月3日在当麻扎营布阵，3月8日到达中津，14日在大龟遭遇了后北条氏的家臣大藤秀信的部队，并且交战，大藤秀信撤退。22日到达真我山，与后北条氏军队交战取胜。24日进兵到康田山，再次战胜了后北条氏的军队。上杉谦信本人也在3月下旬来到了小田原城附近，在九香川岸边扎营，与后北条氏军队对峙。上述记录可见，小田原城的城下区域已经发生了多次战斗，并且都是上杉军的取胜。但是目前还没有明确的史料记录城内是否发生战斗。关八州古战录记载了曾经担任上杉军先锋的太田资政，在当时突入了小田原城正大门的莲池门，而后遭到后北条氏军队的强烈反击。但是实地考古认为，这个莲池门应该是现在小田原城三之丸的虎口。如前面所提到的，当时的小田原城主城应该是在现在的小田原城二之丸外国，因此关八州古战录的这个记录可能和事实有所出入。另一方面，上杉家文书则记录说，在小田原城下没有发生大型战斗，尽管上杉军放火挑衅，后北条军也一直高挂免战牌，坚守不出。而且小田原城是一座异常坚固的城池，由于长时间攻城不下，在3月下旬的时候，参战诸将已经开始对长期的作战表达不满。而在上杉谦信自己的领地越后，冲突也在不断的出现，而且金川家和武田家的援军也越来越近了。合力于上杉军的诸将领并不是以强有力的纽带团结在一起，甚至联军内部有很多世仇家族，因此对于进攻方的上杉军而言，时间更加的紧迫。上杉谦信本人也很难去预测势力图会如何去变化。宫城和陇城的战斗可以说就是一种耐心的较量，上杉军中的脚步不一致，一定会导致严重的士气低下。闰3月16日，上杉谦信再次前往镰仓，在鹤冈八幡宫举行仪式，正式就任为关东管领。也是在此时，谦信继承了山内上杉家的家督，改名为上杉正虎，接替前任关东管领上杉宪政的位置。同一时间，上杉军组织度达到临界点，厌战情绪从后方传达到前线的参战将领中，甚至出现了未经允许擅自撤军的情况。同年，关东大饥荒，军粮补给也成了上杉军中的巨大问题。最终，上杉谦信就任关东管领后决定撤军，没有回到小田原城，后北条氏得以保全。不过，这次战争还没有结束，谦信的嫡系军队这次真的不是溃逃，而是转进到下一个战场。在那里，上杉谦信和武田信玄都盘算着在接下来的决战中彻底消灭对方。这次战役便是第4次川中岛之战。不过这不是本次视频的话题，就留到下次吧。第4次川中岛合战是上杉和武田两家规模空前的战役，全力投入的上杉谦信也无暇顾及关东。上杉军的威胁消失之后，北条氏出城追击撤退联军，于是关东朱大明重新站队，北条家势力恢复，关东再次回到了后北条势力和将军势力角逐的犬牙交错的混乱状态。小田原城也因为受到了被称为军神的名将上杉谦信的攻击而不落，南攻不破之城的名声传遍全日本。而他的盟友就没有那么幸运了，金川氏为了支援后北条氏，消耗了统辖间之战后刚刚重新整合起来的宝贵资源和时间，而后一步输，步步输，最终彻底败亡。
另一方面，上杉谦信利用这次战争完成了上杉家的统一，也获得了关东管领和幕府代言人的身份，对之后的势力扩张大有好处。上杉谦信的一生可以说是在战场上度过的。然而，即使是谦信的战争生涯中，这次长达约10个月的漫长的关东远征，也是屈指可数的高光时刻，被后世评价为最展示他的名将才华和战争技巧的作战。至于今后上杉谦信还能有什么表现，那就是你点赞订阅这个频道之后的故事了。我们下期再见。